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韦恩有话说。那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信仰。想要聊的主题是基督信仰对于我的矛盾跟冲突。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我是一位基督徒。我大概是在我高中的时候认识到这个信仰，接受这个信仰。其实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了或确立了我是一个同性恋者的一个身份。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当时我在国外读书，我去到了一个华人的教会。那当然，在那个教会里面，我得到了同样都是很多海外留学生的一个聚集啊，特别台湾讲国语的这些弟兄姐妹的一个聚集，让我感觉找到了一个家，找到了一个归属。而且那个时候我正好在面对我母亲过世的一个痛苦，而我在信仰的当中，在这个群体当中呢，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陪伴。也因此我发现这个信仰对我而言，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在生活当中让我得到陪伴、得到支持的一个信仰。那相对于西方人的教会而言，华人教会在国外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保守，这也就开启了我信仰跟性别认同的冲突跟矛盾了。收看节目的各位可能也都或多或少有听过教会都会讲说同性恋是个罪同性恋是个神所不喜悦的行为应该要改变。那大家也一定也都听过好像教会都要同性恋者改变成异性恋。而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呢，我的确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到底为什么基督教的神造了这样的我，然后我还要去面对这是你所不喜悦的样子，这是你所不喜欢的样子，那我该怎么办？你造了一个你不喜欢的我，然后又让我接受了你。这其实是一个从信主一直到后来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我一直困在这个中间。对，我被一个至高美好完美的神创造成一个有缺陷，而且是他不喜悦，我还要很努力看要做些什么成为他能喜悦的样子，或成为符合他形象的样子的一个男人。当然信主这些年，我自己也觉得我其实在这个信仰里面最渴望得到的最大的也得到最大的满足的其实是关系。而也慢慢的我也开始从关系的角度来开始整理我自己，我要怎么样在关系上我能够真正的怎么讲活出一个所谓基督信仰所期待的样貌。渐渐的我从这个期待就是同性恋是个罪，然后同性恋要改变成异性恋才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当中，我发现了一个蛮有趣的 bug。 这个 bug 就是对圣经里面当然也提到一些跟同性性行为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是个罪的论述，但是我的困惑点是，那到底真正的同性恋是个罪，是只有指行为吗？那如果只有指行为，我能不能克制自己不要做？可是圣经里面偏偏又讲了一个更矛盾的事情是，你连想你就犯罪了，也就是说，纵使你不做，你心里面想要跟哪一个同性发生性行为，你也犯罪了。哇，我都觉得说，天哪，这个信仰真的是在跟我作对耶，已经很不容易了，结果连想都不能想。可是到后来有机会更多的去理解了之后，我看见这一个信仰其实在教导我的，不是告诉我说你什么好像一定不能做，或信了主之后你就一定要很完美，一定就是不会再犯奸淫不会再犯什么贪心什么样的罪，不是，而是这个信仰在帮助我知道一件事情是，我纵使做不到，我身边仍旧有愿意陪伴我、关心我、支持我的人，让我可以继续的往我所期待的样子前进。而这个期待的样子是什么？
我也不断的在信仰当中在调整。举个例子来说，一开始我的期待是，那我要变成一个绝对的异性恋者，或一个更有男子气概的人，我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后来我也才越来越厘清说，其实圣经也好，或者是信仰的教导也好，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说，神好像有规范男人一定长怎样，或男人的情感一定要怎样。我觉得在那个信仰的里面，更在乎的一件事情是，我能不能看我自己看的所谓的合乎中道。这个中道就是我不看自己看得太骄傲或看得太多，也不把自己看得太没用或看得太差，我能够看我自己看得刚刚好。其实看自己看得刚刚好，比要把自己看得很好或看得太差都来得更难。怎么说？我其实后来也在信仰当中发现，我是一个自我形象很差的人。从小到大，也因为被人家用娘娘腔或者是娘炮这样的形容词，不男不女的形容词，或爱哭鬼这样的形容词，长久这样子形容，或者是被排除在一定的团体之外的这样的经历里面，我其实会觉得我真的很糟，我做什么都不好，所以我必须要很努力，我必须要很认真，我必须要很要求自己，我才能够融入某个群体或被某个群体所接纳。那另外一方面呢，后来当我认知了我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的过程里面呢，我也开始慢慢明白，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不是说所有同性恋者在我自己所接触的、所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同性恋的群体里面呢，我发现我也必须让自己维持一定的好身材或者是好脸蛋，对，这样子才能够在群体当中被关注。等等等等的，也因为这样子，我也觉得，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长得好看，也不觉得自己长得帅。这些形象在我的里面，成为了我一个自我形象，看自己看得很糟，看自己看得不够好，看自己看得不够满意的一个我。但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我发现我开始去重新厘清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信仰的神，他在乎的不是我的能力强不强，他在乎的不是我长得好不好看，他在乎的是我接不接纳我自己，我能不能够把我自己的独特给活出来，我能不能够认同说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也不需要去跟任何人一样，而我的好也不是说一定要靠别人的认同才能够证明我是好的。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才让我慢慢的去整理我自己，说我怎么样看自己，不是总是用负面的眼光，总是用一个糟糕的眼光看自己，而是相对的，我可以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比较怎么讲？比较接纳自己的一个角度来看自己，我开始能够去接纳我自己，就是一个爱哭、感性、文青的男性。其实我也才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这样子看我自在多了。因为当我一直很负面的看自己的时候，哇，那个世界是黑的，所有的关系都是痛苦的，所有的关系都要花时间去维持的，而且我要付很大的代价。似乎别人不用付代价，我需要付很大的代价。可是当我可以回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看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诶，我看自己可以看得刚刚好，我不需要把自己看得很糟糕。那当然，别人可能把我看得很糟糕的，那有些那他也要自己去面对，为什么他要把我看得这么糟糕，或他要把我看得这么负面？那个不是我不见得完全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不能够一直去否定我自己所做过的努力。但同样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钟摆效应。有时候呢，就会让自己好像觉得哇，我好像越来越能够正向看自己的时候呢，又会觉得好像把自己看得很厉害。有时候会觉得又跑到那个很钟摆的极端，就会觉得你看，没有人可以像我这样子，可能表达也好，分享也好，或者是有这样的创意也好，或整理这样也好，又跑到那个很骄傲的那一边去。但其实这也不是我的信仰，或者是我的神所教导我的。
因为骄傲也不好，没有人喜欢跟骄傲的人相处，没有人有办法跟骄傲的人互动。所以当我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包括从圣经也好，从经文也好，或从整个教会在整个团体的关系互动也好，我慢慢在练习的是让自己活在一个很刚刚好的一个位置上。当然，有没有可能完全刚刚好？不可能。我说真的，不可能。为什么？我还是会被人影响。因为我就是个人啊，我就是一个活在群体当中的人啊，别人怎么看我，我还是会在意嘛。那我当然也是会骄傲啊，我当然也是会觉得有时候我要得到一些掌声啊，得到人的肯定啊。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我必须一直去提醒我自己，我也必须要一直愿意让自己可以被提醒，去对话。那做得好不好，我自己觉得到现在我还在练习。我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做的并不好，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感受性很强的人，很感觉型的人，这个感觉常常会拉着我很辛苦，所以有时候跟我相处的人或跟我互动的人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我的情绪好像很多，可是我能怎么比？我不能跟别人比，我不能跟那种我觉得哇那个人好温柔哦，那个人讲话起伏没有那么大，我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比，因为我怎么比我都比不过这个人，但是我可以跟自己比。我自己相信现在的我已经进步很多了。跟10年前的我相比，我更懂，更愿意去表达，我更愿意去接受别人给我的建议，我更愿意去省思别人跟我说的话的背后我所能理解的。这不代表说我好像第一时间的回应就非常的好。没有，甚至可能在后续的处理上面就非常的好。没有，我觉得在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去道歉，我还是需要去做一些和好的一些动作，对，甚至有时候我也必须做一些切割等等的这些，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以前不会做的事或不习惯做的事，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到最好，让人家没有话说，我去讨好别人，不要让别人从我的嘴巴里或从我的身上感受到被拒绝、被否定，或者是不认同这样子。慢慢的，我也才在这个信仰当中开始突破一个最大的盲点，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男性才符合神的样子？到底要不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异性恋？而真正的异性恋是什么？信仰告诉我一件事情是，我能不能够一天比一天更认识自己？我能不能够一天比一天更接纳自己？我能不能够一天比一天活得更有自信？而跟人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健康，跟人的关系可以变得更自在，跟人的健康不是一直讨好，但是我还是可以去表达我的需要然后呢，纵使别人不理解，我也能够更自在的去接受有人不理解。然后呢，我对于我自己的情绪，我能不能够好好的去调整，或者是好好的去整理，去反思我每一个情绪的背后真正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信仰带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我其实的确一直想过放弃，在过去那样的认知当中，很难在生理或心理，就是在这个你到底怎么讲，完全脱离同性恋，不再完全成为一个异性恋，或完全不再有所谓女性的形象，而完全展现出一个男性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的我一直想离开，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对我而言，这个信仰是一个规范，这个信仰是一个教条，这个信仰是一个限制，然后呢，很多的规条在限制着我。当我慢慢更深的去厘清、去认识我自己，去了解信仰当中所教导的每一个内容的背后，到底要带给我什么的时候，我也才明白了，过去的我用很多的规范在指责我自己。也的确，我成长的过程里面，也因着社会的刻板印象，对我自己产生了很多的规范，对我自己产生了很多的要求。但是当我更深的能够进到信仰的核心价值里面，这个信仰核心的价值，其中有一个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
每一个人都是神最喜欢的、最喜爱的创造的时候，那如果我是一个这样子被独特创造的人，那过去的这些评价对我来讲还重不重要？对过去这样子对我的认知还是不是那么的绝对？我开始放下，我开始重新的看自己，我重新的去接纳我自己之后，我也才能够更自在的去面对我在面对的所谓的性别议题。其实不是性别的议题，其实我在面对的更是我自我形象以及跟人的关系的议题。所以在教会里，我现在当然对于基督教我没有任何的矛盾，对于这个信仰在我身上我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因为我很清楚知道这个信仰真正帮助我的是让我的生命可以活得更活泼、更自在、更不被任何的标签所限制，更不被任何的做不好或者是规范所控告、所责备，反而是我能够因为有这么多人在旁边给我的，不管是提醒、回馈啊，哪怕有些时候的确也面对到一些情绪吵架的冲突的时候，我能够回过头去反思我自己说，他怎么了？我怎么了？他想要表达什么？我想要呈现什么？那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落差，是我需要学习去包容接纳他的，而有些什么是他的问题，我不需要去回应或我不需要去承接的，而我必须要说，其实这个才是生命最困难的一件事，在面对关系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事，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事情都很快，很多事情都很片面，就像你今天看我的节目，你也只看了这一集，对于我这一个人的全貌是怎么样，是怎样，可能你真的也就没有什么太多概念，而且很有可能你已经立刻用你的直觉的印象来判定了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事实上，真的是吗？事实上，我真的是你想象的那样子吗？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们没有互动过，我们没有建立过任何的关系，就能够评断我怎么看你，你怎么看我吗？我觉得这是这一个网络的时代一个最需要被改变跟最需要被突破的一件事情。网络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然后网络的资讯也带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可是人跟人之间的认识，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还有那个温度是没有办法透过网络来呈现的。当人跟人之间可以很真实的互动，很真实的表达，而且在冲突过后，人就可以更坦诚的，或者是更自在的互动，我觉得那个才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因此，今天为什么我会特别谈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最起码对于我这个基督徒而言，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能不能够在关系里面找到愿意深度互动也好，或者是愿意彼此倾听、彼此理解的人，然后彼此可以一起在信仰、在圣经的一个话语当中彼此交流。我也不想要再去互动说，今天你是一个同性恋者，你应该要怎么样才能改变成一个异性恋者才合神心意，或者是今天你是一个跨性别的一个装扮者，或者是身份认同者，你要怎么样回归到一个男性的打扮，或一个女性要怎么回归到一个所谓女性的打扮，你才符合男性女性的样子。 No，我觉得我今天更希望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彼此的独特，然后用这个独特来互动，并且我们也愿意让我们的独特保留着可以被适时修正或适时调整、适时被提醒，然后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也不是说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我觉得只要是我喜欢，但是对人没有益处的事情，或对人会造成一些矛盾或者是伤害的事情，我们都要谨慎。我们都不知道今天，包括像我今天做这些节目，会不会造成一些人的冒犯？我相信会。可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冒犯的当中，我们能够问自己，我为什么被冒犯？还有问自己，我有没有真的要冒犯人？这才是一个更健康的互动关系。如果我里面真的不小心冒犯人了，
我愿不愿意为着我冒犯人向人道歉？如果今天是我感觉我被冒犯了，而那个被冒犯的是什么，我能不能够好好的表达，清楚的表达，这个才是更健康而且更好的，也是在这个信仰当中我真实学习到的。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的确在信仰当中，在性别议题里，我有非常大冲突的过去。我想过要离开，我也想过要自杀，我也想过这个信仰对我而言真的没有用处，然后我也觉得好像我不需要再透过信仰得到帮助。可是我后来其实重新的去认知也理解了之后，信仰对我有一个新的眼光跟新的看见，也成为了我自己在整理我自己性别议题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基础。如果你对我今天的这个分享或对于我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的回馈或者是问题，都欢迎你可以继续在下面的留言区留下你的回应啊。如果你对韦恩的分享有兴趣，想要持续的听到韦恩的分享，也欢迎你可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当韦恩有任何新的节目或新的主题分享的时候，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接到消息。好啦，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希望能够让你更多的体会韦恩想说的话。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